今年不买圣诞树了，因为家里不会有人来，也不想去购物，所以还是不能拍我那去年就想拍的画面。不过你以为我就没有东西分享了吗？幸好我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台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停到我们家的车库里。神怜悯我们，因为特斯拉早1个月或晚1个月卖我们都不行。但是我们有好好的使用它吗？这天 V 老奶奶要回她的家乡去养老了。她在湾区4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神最忠实的仆人，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子传福音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，但神总是安排最好的。他离开后1个半月，才知道神其实把他带到比较安全的地方。我相信我们能够再见面，因为我们都有盼望。这段期间，砸车事件还是不断发生。你看，整条街下来通通都碎玻璃，你看地上也是，然后马路上闪闪发亮。我们的车停在那里。我们的那个邻居啊，他跑过来跟我们讲，他家的 Model 3被砸了。我们在这边这么辛苦，然后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成果，买了这样一台车，我们凭什么要为这些人做的这样恶劣的事情负责？为什么？他好大胆，他敢抓哎！我们准备吃它。害怕车子被砸，但总是要开出去做更重要的事。住他，你要怎么？好厉害！这只在挣扎。因为这只会更挣扎，因为它美酒配美人。哇，你看，安妮妮，还记得我们一起庆祝农历新年吗？还记得我们一起在车里唱诗歌、喝珍奶的日子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打算去外面丢。2月中，特斯拉终于实现他口头的承诺，换了设备 3.0。这段期间，特斯拉还给我们了一大笔车马费，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啊！第3个晚上，可是我们平常出去外面都不能够喝酒嘛，因为要开车，所以我们总是跳过那个阶段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先点酒。Cheers to Tesla 的 Uber。期间，安妮妮的女儿来访，我们也用了这笔经费去城里。感谢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车子被砸了。好喝，好喝，好喝吗？姐妹们，我们的共同目标不是要传福音吗？如今他已经受洗，回到他熟悉的地方，不再被罪捆绑了。我们是否能够忘掉过去呢？接下来疫情爆发，封城了。但是我们的车自从换了 3.0， 小问题不断。没想到他们风雨无阻，出动行动服务，但是还是修不好，只好冒险去了一趟车厂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这次直接收摊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车厂也借给我们他们的 Model S， 直到我们车子修好为止。所以我们也享受了一阵子超充免费的尊荣感。到了6月，原本以为疫情会好转，却没有好转，还接连来了宵禁令。我要感谢主，让人们再次把这个不公义的事带到大众面前，使人们重视这个社会议题。求主保守他们的运动不被政治利用，也不会被有心人转移焦点。Model Y 2月上市以来，到7月的时候，我居住的区域几乎每天出门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显然，抗议事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销售。我们还去试驾了，只是看 Model 3的人明显变少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还有人持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有你们的陪伴。
我们也达到阶段性的目标，也感谢了 Own Family 用他们的quota买了一个可以衔接拍摄工具的电脑，使我剪辑更加便利。还有那个不知从何来的无线耳机，使我不会因为耳机线缠绕而错过一些精彩的拍摄镜头。整个夏天，我们也感谢奶茶先生赞助我们去了好几趟公路自驾游，所以里程数也在8月时达到2万英里。2万了！更让我窝心的是，我先生也加入了拍摄的工作，使我减轻了不少负担。这个是 all the way 在后面，然后某某人终于看到了他的梦寐以求的 Tesla 的玩具。直到野火烧起来，我们在烟雾里生活了2个月，还差一点烧到我们居住的区域，这使我几乎快崩溃。大白天的，我们的灯已经自己亮了，现在才1点半而已。我们现在正在 Mars， 真的在 Mars。有朋友问我，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东西拍吗？感谢主，我还是有剪不完的东西，而且很多地方因为没有什么人，有利于拍摄，也不会因为我把脸遮住被人家笑，或是被人家怀疑不轨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把口罩戴上了，所以我不用再马赛克他们。也因为不常出门，索性在家里做了电池的测试。我封车封3个礼拜，跟去年出国3个礼拜做对照。目前到这部片上档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子来到了22600英里，电池掉到大概305左右。冬天接近0度的时候，一个晚上会掉10 mile 的电力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也因为不常出门，今年的维修保养费是0。保险也因为里程数降低了，目前还没有做调整，应该会反映在明年的保费季度上。我认为今年最重大的更新就是其实凭良心说，我也没资格去评论啦，因为8月过后就鲜少出去体验新的软体，也有整整2个月的时间没有开车。那我就说一试好了。4月去 Monterey 体验 Model S， 发现一试自动辅助驾驶能开一些山路，但是也有些笨笨的地方，例如上交流道时，一试时而有 NOA， 一试时而没有，或是一试 NOA 不能开启的情况。封城以后，这个 Autopilot 一直会被解除，然后就平时这个样子，他也不会解除我的 NOA 啊。然后现在他就一直说，那个天气状况不好，所以不能 NOA， 然后一直解除。还有一次竟然犯错选错车道，这是 NOA 自去年4月推出以来从来没犯错过的事。幸好这些错误都不危及安全。另外，前半年疑似在一个软体更新时，动力回收系统变弱了，最近又疑似恢复以往的水准。至于最棒的软体更新呢，我也没资格说啦。我只能说，红绿灯以及交通号志控制这个功能，使我能从 80% 的自动辅助驾驶时速增至 90%。只希望真正的 FSD 快点推出，造福行动不便的人吧。今年看似多灾多难的一年，神让我学会了要时常为掌管的人祷告，因为掌管的人做了不正确的决定，就会危害很多人。I wanted to always play it down. It's going to disappear. One day it's like a miracle. It will disappear. Did it just the right way. We have to be calm.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goes away in April with the heat. 那他赌的这把彻底失败了。但一个掌管者的良善政策却使很多人得福。至于马斯克，根据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， Google CEO Larry Page 说，他死后宁可把钱捐给像马斯克这样的人。
他是一个会使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的领袖，却在防疫期间不服政府居家令，使工厂开工，并且威胁政府把工厂搬走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，可以选择戴不戴口罩、居不居家，但是如果能让大家的生命健康不受威胁，我选择牺牲一下自己的自由，因为全体生命的健康比自己的自由更为重要。神也让我学会在患难时更加依靠他。诗篇29章11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3月封城到现在，教会都不能开放聚会，但是神是怜悯的神，给了我们科技，使我们都还能在线上继续聚会，继续在神的话语里成长，也使我更加明白耶稣降世拯救我们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。他让我们选择相不相信，你的选择呢？